今天我要用茄子和竹笋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来分享素食酱香饼。台湾有葱油饼，马来西亚有印度煎饼 （Roti Canai）， 湖北有酱香饼。同样都是用面粉做成的，但是蘸酱不同，就有不一样的风味。而且面团的制作过程也很不一样。印度煎饼的面团要泡在油里面。酱香饼的面团不用泡在油里面，面团它需要多一点的水，是有粘性、湿润的面团。台湾的葱油饼呢，就是揉成一个不粘手的面团。这次就来和大家挑战，一起来做酱香饼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茄子和竹笋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半条的茄子。这里大约是60克，把茄子切一半，再切成条状。把茄子切成小丁，把茄子放入盘中，准备1只竹笋。等一下，大概用60克就可以了。今天看到有竹笋，买回来做点料理。把竹笋切片，把竹笋排整齐，切细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笋子太长怕不好剥，切短一点。把竹笋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芹菜。把芹菜的叶子去掉，不要。把芹菜的根部切掉，不要。这里切成小段状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大约是150克的分量。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。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块，等一下要用搅碎机打成泥，所以先切小块点。把红萝卜放进搅碎机里，芹菜一起放进来，放入2汤匙的油，盖上盖子来打。可以了。像这样子的细致度，把红萝卜泥和芹菜泥放入盘中，把金针菇的根部切掉，这里的分量是1/3包。金针菇清洗干净了，把它切碎。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0条的米豆已经清洗干净了，现在把它的粗纤维去掉。酱香饼也叫做土家香酱饼、湖北酱香饼、恩施酱香饼，这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种特有的小吃。有人号称它是中国披萨。酱香饼的特点呢，就是以香甜辣脆为主，外皮脆，里面是软软的，咸咸香香。在以前的社会，每逢丰收过节才能吃到这个酱香饼。凡是上午当山的香客，吃了之后都会回味无穷，赞不绝口，说很好吃。后来呢，这道料理就慢慢的流传开来了，几百年来，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风味，一直传承到今天。在乡下或是大中小城市，都可以吃到色香味与一体的独特酱香饼。酱香饼是一种跟千层饼外貌很相似的一种饼，但口感和味道却很不一样。刚推出到市场的时候啊，它很火红哦，大家排队想买，排队等候这件事呢，成为了一个城市中的一种风景了。
我也很常会觉得排队等到的食物买起来吃特别好吃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排队买食物，或是不想排队买这些美食？那大家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分享，你是比较想要买排队的食物，还是不想要买排队的食物？像有些人呢，就会觉得排队很浪费时间，就不想要排队买食物。把米豆切碎，把米豆放入盘中，准备400克的高筋面粉，放入320 CC 的水，把它拌一拌。这是一个比较湿润的面团，就像这样一直不停的搅拌，搅拌到现在粉和水都融合在一起了就可以了。现在来加入1汤匙的油，让油和面团融合在一起。油和面团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了。先把这面团放在旁边醒20分钟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来炒馅料，油稍微热了，放入金针菇，把金针菇炒香。酱香饼是没有包馅料的，我想说做不一样一点，所以做了包馅料的，也有做没有包馅料的。把金针菇炒成金黄色，大约炒一炒后，把它铺平均，煎一下。大约煎了1分钟左右，可以翻炒一下，有些就已经变成金黄色了。继续翻炒，再让它煎一煎。炒金针菇主要是要让菜有一种鲜味，再翻炒一下。已经有一半的金针菇变成金黄色了，差不多了。现在放入米豆，竹笋也一起放进来，快速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可以加点水进来，大约30 CC 的水，快速翻炒。大约炒了30秒左右，现在放入茄子，继续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可以来调味了。1/4茶匙的玫瑰盐，1/4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/4茶匙的黑糖。把所有调味料炒匀，酱香饼的味道很足够，所以这里只要有点底味就可以了。等一下会另外煮一个酱香饼的酱。继续翻炒，让茄子炒熟。茄子有炒软了，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大约2汤匙，放入红萝卜和芹菜泥进来炒。大约炒了1分钟左右，可以看到油有变成橘色了。这时候放入豆瓣酱，放入3汤匙的豆瓣酱。2汤匙的番茄酱，调味的时候我有关小火。素蚝油1汤匙，五香粉1茶匙，孜然粉1茶匙，
黑糖2茶匙。把所有调味料炒匀，这时候可以开中小火了。调味料拌匀了，再炒个1分钟左右。现在放入250cc 的过滤水，继续翻拌，把酱汁煮滚。这时候大概要翻炒1小时左右。翻拌均匀了，先转小火，让它煮滚。酱汁滚了，继续翻炒，让它的温度均匀。再继续煮。不定时的要拌炒一下，免得粘锅底。要让它煮至浓稠，稍微翻拌一下。现在继续让它煮。这酱汁到目前为止已经熬煮了30分钟左右，可以感觉到比较浓稠了，水分有慢慢蒸发掉了。现在继续让它慢慢熬煮，还是一样，不定时的要让它翻拌一下，继续再熬30分钟。我已经熬煮1小时了，就这样子用小火熬煮，现在已经变成浓稠状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这酱汁已经完成了，很香的一个酱汁。桌子擦干净，放点面粉上来，取一些面团，放上来沾点粉，把它擀扁，把它擀长。沾点粉，如果太黏的话，给它擀成长方形，可以用手塑形一下，再来擀，可以了。刷上一层油。可以了，把它折一折，封口捏一下，来擀成圆形。给它擀薄一点，大片一点。这个大小我是看我们家平底锅的大小，以放得下一个平底锅为主。可以了，一片完成。先沾上粉，擀面棍也沾上点粉。现在可以来擀薄。让它变长形。现在来做一个有馅料的，粘到了没有关系，再给它补一下。把馅料放上来。给它折起来，用手压一下，
可以了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饼放进来煎。有点皱褶，等下酱汁比较容易粘附上去。先让它煎定型，等下再来翻面。煎了大约1分钟左右，是有点定型了，可以翻面。继续让它煎，这一面还没有完全上色，等下再翻面煎。可以翻面了。再继续煎，让它上色，两面都变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接着来煎有馅料的，一样让它煎定型，等下再来翻面。有煎定型了，来翻面。我习惯先把煎饼煎定型。定型之后，再来慢慢煎，给它上色。两面都已经煎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酱汁冷却之后，上面浮着一层红油，搅拌一下，可以来涂在我们的饼上面。哇，超香的酱！吃酱香饼，一人一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圆本，我会夹。好，自己夹。1、2、3，发掉。先试吃一个没有馅料的，是好吃吗？好脆哦。那我试吃。又脆又有嚼劲，看，好好吃的酱哦。我的有，我的有馅料。应该有馅料。哇，好好吃哦！那个酱涂上去，整个风味都跟那个抓饼不一样。不是有馅料吗？很好吃。你有馅料吗？我妈先试试一个没有馅料的。有没有馅料？有馅料。很酥脆。试吃一个有馅料的，有馅料的会比较厚一点。那我想等等。我想要夹不是馅料的。哇，好好吃啊！吃到米豆的香味儿。厚的是甜的。一样都是咸，两个都是咸的，两个都咸。两个都咸了，因为我要吃没味道。好吃啊！好吃，我觉得那个酱太有味道了，那个酱真的是万用酱，大家可以做起来放在冰箱。然后煎抓饼的时候啊，或是自己做酱香饼的时候，就可以涂在上面，很好吃的一个酱。我也觉得很好吃哎。那酱很好吃哈。我等料也好好吃哦。料很好吃，还有茄子，可以吃到软软的口感，又可以吃到脆脆的米豆，不同的口感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， 对，还有小铃铛。要追踪 IG 哦，那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妈咪。可以再讲。找不到原味的。原味是比较薄哦。好吃，对。